我现在来到了贵州安顺的一个云山屯。贵州最近天气不太好啊，一直下雨。今天我来这个地方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了，现在雨才停了。现在准备去屯子里面看一看。一听到这些屯子，大家应该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西北那些军事城堡。其实不光西北有，在贵州也有。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，一路都看到很多屯，各种各样的，各种名字。那么这个其实跟西北那些算是一脉相承，都是明朝遗留下来的。贵州山多，那个云山屯就在里面。现在其实还有点冷啊，差不多4月份，贵州还这么凉，确实以前没想到啊。这个地方以前听说是收费的，现在不用了，停车也是免费的。它叫做云山屯。我刚才本来想开车进来，但是说不能，只能走上去。不过省掉门票也挺好的。上山有2条道路，一条是当地的村民可能进车的，另外就是我们这种徒步上山的。我在网上看资料，这里的当地老百姓还穿着明朝的服装，这个就非常独特。不知道等一下能不能看得到？我比较喜欢这个。这里相当于是半山腰一个小型的停车场，以前可以开车上来的，现在可能都是当地的车和住在上面村民的车。贵州很多村寨都是在石山上面，已经上来了。身后就是这个云山屯的大门，它是分为2座门的，一前一后。云山屯始建于明朝初年，就大概是朱元璋的时候。它的历史其实是这样的：当时朱元璋派他的儿子楚王朱桢和汤和来贵州平定那些起义，就是把贵州纳入到他中央管辖。当时大部分士兵都是北方的，相当于是北人南征，北人南治。那后面平定之后，要有人管理，相当于那些部队呢就留下来镇守在贵州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打个比方说，你几十万大军，不可能就放在一个地方，它是基本上分散在贵州各个地方。贵州山多，他们经常呢驻扎的地方就会选择一些易守难攻的。那当时明朝又是卫所制，又相当于是屯兵，部队来了，家属也要跟着来，或者是在当地成家。那么有家属就要住的地方，那基本上这些就被称为屯堡，就是相当于士兵和他们家属居住的地方。而且明朝的很多制度啊，相当于是世袭，你士兵他的后代还是士兵，所以呢，在明朝就出现了很多军屯、商屯。它这些说一个屯，其实也是相当于是一个村寨，因为大部分人在里面生活，是相当于一个防御工事，有屯门、屯楼、屯墙、古街道，又有江南建筑风格的门楼、窗式、砖雕、石雕。这个为什么会有江南或者是有徽派建筑的风格呢？因为那些士兵过来的，要不是北方，要不就是安徽，反正就是各个地方的，那所以的建筑风格就有北方还有江南风格的。云山屯2000年世界吉尼斯之最将它认定为最大、最完整的明初屯堡文化村落。仔细看看，云山屯，屯在明朝和清朝的意义不一样的。明朝这里属于官方机构，就是说士兵还有他的家眷住在这里。那到了清朝的时候，这里就变成普通的老百姓。那这个屯就相当于是避难，或者是说防止土匪掠夺财产而藏东西的地方。那所以呢，在明清都有这种寨墙，也相当于屯墙，高度是7到8米，厚度是1.5米到2米。上面还有个门楼，供奉呢是财神沈万三。
挺气派的。明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总体而言，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军事防御型的。这个屯堡相当于是在一个山谷当中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寨墙一定是紧挨着山，整个长度大概是1200米。这个就是大门，非常厚啊，感觉都有10几公分。一进来就是一个街道，其实呢也算是属于石头建造的。入口这里，里面还有很多古建筑群呢。往这边走一走，它这个是挨着这种寨墙，一看就很厚，因为主要是防御型的。哇，一直到山上面。那当年这个地方可能是有那些士兵在这里守卫着。这上面就是门楼，供奉的是沈万三，大家非常熟悉了，也是明初时期的一个巨富啊。这看起来不像是，因为看资料说是沈万三，但是我感觉不像。大家有知道是谁吧？但是他手上拿的又是金元宝。进这个村寨是有一条街道的，谁见过这种东西没有？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就是以前磨豆腐、磨豆的那种工具啊。当然不光是磨豆，磨其他的也可以，一般农村都有。这条街叫做明清街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它这个建筑有明朝、清朝的，还有民国时期的。因为经历了600-700年的时间，当年这座城堡呢还是很热闹的，因为住了很多人，它自然而然的话就有很多商铺，住了人他要生活，要购买物资嘛，就跟很多古镇是一样的。典型的给大家看看，这个很明显吧？这里当年就是一个商铺，大家买东西可能就站在这里，包括现在一些古老的那种几十年前的商铺啊，没改也是这种的。然后这个门，如果是比较重要的客人呢，或者采购量比较大的，就可能直接从这里进去。这里很多啊，你看，这里也是一个这样的展示。还有一点，进入到这个屯堡，就仿佛进入一个石头的世界。当年这条街道肯定是很热闹的，包括一些小孩，估计也会在街道上跑来跑去。几十年前，特别是农村，逢年过节都是非常热闹的。当然，现在没那么热闹，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搬出去了。不过呢，它这里很多房屋就是那种木头的，很多变成危房，有所损坏了。前方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街道变宽了。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两个房屋不一样，它是属于清朝时候建立的，也就是说，这里以前是一个大户人家在这里开的商铺，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里整个呢都是延伸出去了。它这里主要就是典当租赁生意，看这个房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。它门口的那个石墩很精美吧？凤凰，现在这里叫做云山驿馆，非常好看吧？这个地方，这里当时是不是一个那个我们说的首饰店？应该可能是。我们看到这里是石头城，那这栋建筑比较不一样。其实就是徽派建筑，赣派类似。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徽派呢？刚才我们简单说了一下，当时来这边屯兵，就是那些人很多呢，从江浙一带，还有呢从北方。那么朱元璋的老家安徽也有很多部队过来，所以呢留下来，就是说楚王朱桢呢，就是建房子要求建一些当地特色，还有呢，把家里那些传统的带过来。那这些当时都是商铺，
过鹅这条街当时确实是非常繁华。我刚刚又重新看了一下资料，云山屯在最巅峰的时期，大概是有1000多户，6000多人，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城镇了。千万不能按照现在的说法，6000人可能就一个工厂，但是在明朝那个时期还是不一样的。这里广场这个房屋，大家看看是不是非常精美？一个时代的特色，融合了明清还有民国的建筑风格。这里相当于是戏楼。众所周知，古代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娱乐生活，那么这里到了特定节日就有戏剧表演。估计这广场人山人海，大家在这里看表演，包括很多村寨都有。这里还有很多木雕，孝、棣、忠、信，信义、忠心、孝顺，大概展示就是这些。两山夹一谷，两山夹一座城，就是这样。这地方其实跟一个城市差不多，有财神庙，还有寺庙。戏楼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王国。然后这里呢，各种街道、巷道都非常多。我们现在走的相当于是主干道嘛，然后延伸出去的话有很多。那这栋房子已经塌了，之前呢也是有人住的。来到这个村落，发现有很多这样矮的门，就相当于那个大门的一半。我刚才在这里问了一下这位老爷爷，他给我简单的说了一下，就是说如果大门打开，这个门关着，就代表说家里有人，你可以来拜访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们去寻找一下穿明朝服饰的，刚好在路上碰到一位大叔，他告诉我在哪里，看看能不能寻找得到。全部都是石头啊！走在这个村落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留门等你，这是以前的一个店铺。估计是相当于吃东西类的，咖啡或者喝茶。你像这里还有一些桌椅，不知道是不是这里。走下来刚好碰到这位老奶奶在这里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她的衣服跟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不一样？估计这个就是明朝那个时候传承下来的衣服。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资料介绍，属于蓝色的。不过这个服装尽管颜色不一样，但是那个布局、那个设计方式、衣服的那个模样，跟网上看到的都差不多。故而可以这样说，这个屯堡经过了600多年，村民至今仍然穿着明朝的服装、明朝的服饰。这个很难得吧，在全国也很少见。同时，一个600年的村寨一直有人居住，也很少见，很难得。我们看这些遗物都是属于石头堆砌而成的，非常那个多啊。我估计以前都有，只是后面呢经过修缮，因为毕竟一个村落生活了几千年来，肯定是有很多人走上走下的嘛。对啊，你天天也走吧，也天天走这个吧？啊，那你这边还种植什么东西吗？种玉米还是水稻啊？那位老奶奶也确实挺热情的。像这些就非常有意思。我们经常说瓦，它自己把石头堆砌而成，弄成瓦的形状，而且呢是有点我们现在有点对称，一条线出来了。这个工匠的艺术水平挺高的。这条街被称为明清街，大门入口那里相当于是明朝的建筑，中间那些木头的大概就是属于清朝的建筑。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它的房子呢基本是砖结构，大概就是80到100年左右。像前面那栋房子的建筑风格就是那个时候的，当时是这里一个地主的弟弟在上海做生意，他就请外国人做了一个设计图，然后拿回到这个屯堡，工匠呢根据这个设计图建造了这样一栋房子。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房子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，包括的仓库也不一样。现在确实是
非常冷清，看不到什么人。这里面看到好多这个猫和狗啊，喵。这里是小卖部，还放了很多玉米。不过很可惜，这里有些房屋已经倒塌了，没人住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那这里之前也是商铺的，看这个房屋的类型就能看得出来。云山屯相当于也是南北走向，很多商铺跟我们现在去商业街看到店铺展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它这个就是时代的特色，时代的记忆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来这些地方，就是几百年历史或者上千年历史，能够看到古代的一种文化。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冷，哇，前面那栋房屋拦住了。这个估计也是属于上个世纪20、30年代建立的，有点不一样。前面也是寨墙，就相当于这里到了尾部了，很高吧，石头也很厚。这里相当于就是屯门，也是寨门。刚刚我们是从正门进来的，现在从后门进去，非常有意思。它这个屯堡其实也相当于是高低不平的，明显的我们现在走的是一个有坡度。云山屯总体走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今天的收获就是看到了明朝的服装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有可能是有改进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主体可能还是一样的。还有呢，看到很多石头上的艺术，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不虚此行。